我这人啊，起床早，5点多我就醒了，就看到手机上有一条信息啊，还是凌晨1点多发的。这内容啊，大致就是：老师你好，我诚心招上门女婿，我87年的，大专学历，父母国企退休，目前在私企做销售主管，年薪20到30万。虽然过了30岁，但长相看起来像22岁的。我有车有房，相亲有5、6年了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。这自己年龄也大了，找对象有些困难。我决定诚心招上门女婿，愿意出彩礼20万，房子加男方的名字，要求如下：这男方啊，身高在175以上，身材匀称，学历本科以上，年薪不能低于10万，要人品好，性格好，父母有退休，就这些条件就可以。嘿嘿，我大体是看明白了，应该是相亲啊无路，愿意主动出钱另辟蹊径。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啊，什么是上门女婿？这在古代呀，这上门女婿啊又叫赘婿，指男方到女方家呀成亲落户。那这种婚姻啊，多数女方家里啊无兄无弟，为了传宗接代啊，招女婿上门的。那在过去为什么会有男人愿意入赘呢？因为没钱呗。还有的就是孤儿，女方家族啊愿意去庇佑他。但在现在啊这个社会啊，女方想要招上门女婿，多数你是要让出很多的利益的。而愿意入赘的男人啊，多数是图女方的社会地位或者是财富地位。那这位姑娘年薪20万，不算有钱吧？你也要求人家男方年薪10万了呀？你的房子还有贷款哦，上面我没有说到是吧？这个女方啊，这房子是有贷款的，这婚后男方也要承担还贷吧？你父母国企退休，也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，那男人嫁你图什么？我想起我曾经看到一个新闻呢，大家可以搜一下啊，杭州萧山相亲角。女方招上门女婿，内容是本人女儿26岁，身材苗条，长相佳，但是不会说话，就是聋哑人嘛。现招上门女婿，照顾他跟我们2老。嫁妆如下：路虎揽胜1辆，华润中央公园房子1套，每月2万生活费，再赠送男方父母杭州房子1套。要求男方呀，身体健康，爱运动，爱旅游，有耐心，心地善良。你看看人家这招上门女婿的条件。当然，你要是非跟我说我身体健康，会说话，那个我就不跟你杠了。给大家讲个故事啊，有一个姑娘去买车呀，销售是一脸热情啊，哎呀，你好女士，你想看哪一款车呀？有没有预算呀？这姑娘就说呀，20万的。于是呢，销售就把这个姑娘带到了本田雅阁的前面。您看一下这款车型啊，是我们今年最新款，搞活动20万就可以带回家。姑娘看完就说，哎呀，不太行啊，这款车太差了，我对品牌还是有些要求的，我不想将就。销售呢又带姑娘去了奥迪 Q5 面前。您看一下这款车呢，知名品牌，外观线条都很好看，而且内饰也很漂亮。姑娘看了眼，犹豫的说呀，还有没有再好一点的呀？感觉还是不太喜欢。销售啊喜笑颜开，心想着，哎呀，今天呢算是预制大客户了。于是把姑娘带到了保时捷帕拉梅拉面前，介绍说呀，这款车型啊，品牌高端，外形没得挑，座椅全真皮，功能齐全，坐着特别舒服。你要带出去啊，别人都是羡慕。现在呢做活动100万就够了。姑娘听完呀，很满意的说，就要它了，说刷卡吧。销售一听啊，立马很兴奋的啊，拿来这个机器去刷卡。结果提示余额不足，他又问这姑娘里面有钱吗？人姑娘说有啊，有20万。销售说您开玩笑吧，我跟您说的这款车是100万呢，那辆本田雅阁才是20万。姑娘说啊，那我不喜欢那辆车呀，我就喜欢这辆保时捷呀，我给你20万，你让我开走不行吗？销售是气得不打一处来呀。20万你只能开那一辆车，你要开这辆就得100万。接着姑娘呀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，说家里人说了20万就可以买车了，明明就是你看不起我，不想给我喜欢的车，我就要这辆100万的车。最后销售忍无可忍，把这个姑娘给撵了出去。现实生活中啊还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一边呢非要买黄金，一边却坚持只给黄铜的价格。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啊，他们真的不是想要占便宜，而他们发自内心的认为啊，黄金就该卖给他黄铜的价格，因为他意识里认为自己啊是买得起黄金的人，但是啊只有黄铜的钱。如果这种意识不改变，那这辈子啊都别想找到对象了。还要求找上门女婿啊，我那许愿池里的王八他都不愿意去的。我跟你们说呀，我最抵触的就是跟二婚女打交道，我真的是要快哭了呀。就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脑回路啊，他们到底在想什么。你们出门啊遇着得小心点，指不定人家在梦游呢。上午就有一位离婚多年的女士啊梦游到我这里了，要找对象，36岁离异，有一个儿子啊跟着前夫，那她本身啊是不带孩子的，本科学历，在教育培训机构上班，据说是个校长，
月薪在5000左右。咱也不知道这校长的待遇这么不咋地啊。他呢是有车有房，长相普通，很瘦啊。他上来呢也不墨迹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就想找条件好一些的，这车房全款是必备。男士要长得好，条件好，要么赚得多，要么工作体面有权利。年龄还得要30到38岁，未婚或者是离异没生孩子，年龄大的还不行，带孩子的也不行。他怕人家有家庭啊，这麻烦事啊不断。我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啊还是很平静的。那许愿池里的那些王八们啊，他们也没什么意见，我们呀都见怪不怪了。这以前吧，我还急得呀直跺脚，耐心去劝呀。现在知道了啊，压根儿就劝不动啊，那咱就听热闹就好了。等这个女士呀终于说完了，我就问她，我说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，这优势啊在哪里？这有的姑娘她要求高啊，但是人家啊她自身啊她情况好呀，咱呀可不能狗眼看人低呀。她说呀，自己的优势在于身材好，经常练习瑜伽，这个比较自律，学历呢是本科，工作稳定，自己不带孩子，而且前夫也不需要她来出抚养费，父母在家里呢是种苹果的啊。我说挺好，那你要彩礼吗？女士听了说呀，彩礼肯定要的呀，这条件好的人家也不差彩礼吧。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，前夫就给了10万，我也为了这个家呀操劳了不少。那二婚总不能比一婚还差吧？听完呢，我就对这个女士说呀，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前些日子啊，真有一位女士和你情况差不多，37岁离异还带个孩子，本科学历在私企上班的，人家就找了一位啊34岁啊留美回来的博士，未婚，在金融行业工作的，年薪都超过100万了呀。这两人结婚了，现在过得很幸福。女士一听啊，就特别来劲啊，这眼神啊是锃光瓦亮啊，真的呀？那还有这样的男士吗？我说我还没说完呢，人家女士父母经营家族企业，年收入啊少则几千万，本地一套别墅啊全款，人家说买就买，家里孩子都不用老人带，保姆都雇了好几个，男方给了彩礼100万，人家女方陪嫁车房直接写男方的名字，那你有什么？你能给人家男方什么呀？女士听完就跟我说呀，那这种条件好的女的，那世上也没有几个呀。我一听，对呀，那优秀的男人他也没有几个呀，人家凭什么要娶你啊？大白天做梦还没有睡醒吗？要啥啥没有，谁给你的勇气让你这么敢提要求啊？人家条件好的，未婚的都一堆上杆子的，显着你了还？你以为多出那3000多万的男人是任你挑还咋地？你一听搁农村的，那甩脸子就走，你那2个眼珠子啊，他都看不下去，都离家出走了吧？就剩你搁那瞎找的。你家厕所就穷的没水没镜子吗？动不动就要找条件好的有能力的。有些女士哈，我一听这条件我都气得要命，明明自己啊段位很 low， 非要幻想着跨越阶级找对象，幻想着王健林当你爹。不是不能找条件好的，而是你得看看你自身的价值配不配得上这个要求啊，有没有资本能竞争过其他的女士啊？配不上呢，咱就悄没声的回家关门睡觉。王八们送客以后啊，把门关紧点，这种人不让进。这接着啊下雨了，没有人来找我许愿啊，这特别闲呀。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啊，这个颜值在相亲市场上到底重不重要？我可以先明确的告诉你啊，相当重要，重要到你只要长得不好看，不合别人眼缘，那在相亲市场上，你就算其他的优秀的光环再多啊，都没屁用，往往结果是惨绝人寰。就有一位男士啊，35岁，北京大学的博士，优秀吧，做科研工作的，年收入啊轻松是30-50万，人家父母都是大学老师高职干部，不论家庭啊还是自身条件，他都是很优秀的。就是本人个子不高，而且偏胖啊，五官长相啊，他不是很好看，反正不合眼缘啊。他相亲了4-5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，这很多啊都是看资料满意，但一见到他本人啊，都说啊没眼缘。反正啊，所有的拒绝理由啊，无非就是觉得男士啊长得丑。这前2年呢，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啊，28岁，本科学历，有编制的小学老师，长相挺漂亮的，这男士啊挺喜欢。见了2次面啊，也问过女士啊是否愿意交往，女士也没同意，也没拒绝。男士就开始追啊，车接车送，有教必应，礼物也送不停。就这么过了大半年啊，手都没有牵过，送姑娘上班啊都得离公司远一点。夏天呢，这个姑娘过生日啊，男士啊给她安排了一个饭店最大的包间，现场布置的很漂亮。他跟女士说呀，自己有事啊就不去了。其实呢，就想借这次机会啊，给女士一个表白的惊喜。晚上呢，女士跟朋友就去吃饭了。这饭啊吃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黑灯啊，男士推着生日蛋糕，手拿鲜花呀就进来了，单膝跪地就表白啊。结果人家姑娘立马很尴尬，直接拒绝呀，和朋友解释说呀，男士只是普通朋友，大家呀别误会了。男士听到这儿很伤心啊，转身就走了。
女方被甩心里很不痛快说男士既然长得丑就不要脾气大，还情商低。在相亲市场上也有一些姑娘条件很好，但是因为长相呢是屡屡碰壁。条件好的男士都喜欢漂亮的，这条件差的自己他又看不上，人生他总是这么纠结。有句话叫做三观跟着五官走说直白一点，就是你长得好看，咱们俩三观就合适；你长得不好看，我们的三观它压根就不合。千万不要听对方说我这人不看长相，看人品的。我给人介绍这么多对象，我告诉你这个人一定很虚伪，人品都是需要先相处一段时间才看的。那第一眼看的永远都是颜值。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它就是这么不公平。95%的人不论男女大家都是看脸的。长得好看、条件又优秀的5%的男性得到了95%女性的爱慕与心动，而95%的男性去争夺那仅有5%的漂亮又聪明的女性。我不是去攻击那些看脸的男女因为不看脸并不是他们的义务。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利己的择偶要求。明白这个基本逻辑，不是为了让你找到一个冠冕堂皇去伤害别人的理由，而是当你作为弱势群体的时候，如何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自己。换句话说如果你是马云，就不要用陈冠希的那套方法，你要学会用自身的性格魅力。相亲市场上看脸现象是特别严重的，因为有对比有竞争。那你可以在生活圈当中多去努力，制造认识的机会。两性关系的和谐的点在于感觉，那你就要去制造这种感觉。比如说你情商高，会来事，会说话，或者说你性格幽默，或者说你做事有目标有方向，很淡定，对未来有规划，侃侃而谈。那女性呢，就是性格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明事理等等。这些性格魅力可以让你在两性关系当中占有优势。当你的性格魅力和能力以及内在的影响力超越过你的外貌，那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没有内在就去创造，谁也不是天生就有的。躺平和摆烂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大家不要自暴自弃。这萝卜茄子一筐菜，歪瓜还有裂枣爱，人生处处是惊喜破锅自有破锅盖。